大家好，我係杜文步，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單貨幣基金爆煲嘅新聞。咁就係大家見到咧，呢個封面就係2024年嘅9月27號啊，易方達香港被舉報造假，公司指不實啊。咁我都知道咧，而家嘅好多香港人咧都有買開喺證券行推出嘅一啲個貨幣基金。相比起呢個香港銀行嘅定期存款嚟講咧，貨幣基金嗰個利息都唔差，而且佢靈活啊，嗰個存續期咧可以好短嘅時間都可以做嘅。咁呢個貨幣基金爆煲嘅新聞咧，對於大家即係包括咗我啦，喺負差或者老差證券買嘅貨幣基金咧，到底有冇事呢？咁啊，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嗱，我哋首先睇一睇香港呢邊嘅新聞。咁啊，大家見到咧，4日前咧就係 A Stock 啊，都有呢個標題，就係易方達資管香港就話公司嘅各項業務正常運作啊，就惡意指控展開獨立調查啊。咁就係其實呢個新聞咧，首先就係由內地嘅好多嘅媒體爆出嚟嘅，因為有匿名信向呢個內地嘅證監多個政府部門咧舉報易方達香港利用呢個境外平台咧從事一啲嘅違反基金行業嘅行為同埋醜聞啊，包括咗利益輸送啊、非法買空啊等等。咁啊，大家見到咧，香港嘅報紙都有講嘅呢幾日啊。咁另外就係點樣影響到香港呢？就係我見到內地嘅呢個嘅新浪新聞咧，佢有講就係易方達呢間嘢爆咗出嚟之後咧，招商永隆咧就係暫停咗佢個產品申購啊。咁就喺2024年嘅9月26號夜晚嘅期間咧，即係香港嘅招商永隆銀行向客戶發送咗短信同埋郵件，就話已經暫停咗易方達香港相關嘅基金認購。嗱，如果你喺香港嘅招商永隆業銀行有收到相關嘅信息咧，請大家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啊！因為我而家咧就係冇呢個嘅香港招商永隆嘅呢個戶口啊，所以我就收唔到相關嘅信息嘅。咁喺嗰個證券行啊，即係譬如話富乜呢間證券行咧，佢嗰個現金簿到底安唔安全咧？嗱，我就上佢個官網睇過，嗱，佢就有咁樣嘅字眼，就係話現金簿主要投資國債啦、銀行存款等有價證券啊，即係現金簿嘅意思咧，就涵括咗即係頭先講到嘅易方達嗰個美元基金啊，或者係咩泰康開泰港元基金啊嗰啲嘢啊。咁佢呢度有一句咧，就係基金公司不保證一定有盈利，亦都唔保證咧最低嘅收益啊。咁當然佢有講咧，就係客戶購買嘅現金簿嘅資金咧，將會託管至香港嘅銀行啊，會受到香港證監嘅監管，保障客戶嘅利益。咁至於呢一部分咧，我就有打電話去呢個嘅一間證券行去問佢啊，咁啊陣間咧我會將個錄音咧放俾大家聽啊。嗱，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我個頻道咧，我個頻道就係分享兩岸三地關於投資理財生活嘅有用知識，歡迎大家訂閱啊！睇到呢度，大家不妨俾個讚同埋訂閱埋啦，唔該晒。咁我哋先睇一睇呢個易方達香港美元貨幣基金嗰個嘅一般嘅資料啊。咁佢呢度就有寫嘅。頭先我哋講咗啦，呢啲基金公司收咗大家嘅錢之後呢，佢就會擺喺香港指定嘅銀行去做託管嘅，即係萬一出咗事呢，客戶理論上應該攞得翻啲錢嘅。咁我哋睇到咧，易方達呢個香港美元貨幣基金咧，佢就擺喺呢個建行亞洲嘅信託有限公司啊，即係建行香港嘅即係分行呢度啊。好啦，跟住咧，我哋睇一睇佢個基礎貨幣係美金啦。咁我本身都有買呢隻嘅啊。咁股息政策呢度咧，佢有講就係基金經理可以酌情決定是否派出任何嘅股息啊。
跟住呢，我哋就睇一睇佢嗰個風險嘅披露啊。咁就佢呢度第一點有講投資風險啊。佢有一句説話呢，就係話概不保證退還本金啊。咁啊呢句説話呢，就值得斟酌啦。咁第二呢，就係投資於債券、證券嘅風險啊。咁佢就話佢嘅子基金呢，大量投資於屆滿期較短嘅短期債券啊。咁佢嗰個債券嘅周轉率咧可能會較高啦，咁啊所以咧對佢嗰個資產淨值可能會造成負面嘅影響。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嘅信貸或者違約嘅風險啦，同埋主權嘅債務風險同埋信貸評級風險。咁我呢度咧就唔詳細讀出嚟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佢官網咧下載佢嗰個基金指南去詳細睇啊。好啦，跟住咧，我仲另外買咗喺富乜呢度咧，買咗呢個泰康開泰港元貨幣基金啊，佢就係泰康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發行嘅。咁呢個基金嗰個佢喺邊度託管咧？大家見到啊，佢呢度咧就係受託於中銀國際英國寶城信託有限公司啊，即係換言之咧，就係中銀同埋英國寶城合資嘅嗰間保險公司嗰度啊。好啦，咁啊，至於呢個嘅證券商本身點講咧，即係大家可以聽一聽我打俾證券商佢哋點樣講啊。係為基金公司代資呢一個基金產品，實際嘅話咧就冇參與到基金嘅運作當中，但係客戶嘅資產係會喺銀行或者係託管機構嘅客戶帳戶當中嘅，由基金管理人嘅投資支配。而證監會咧有規定，公募基金個資產咧必須係要由合資格嘅託管機構去保管，與基金公司嘅自有資產係分開嘅，所以即使係話基金公司停止運轉都好，客戶嘅資產亦都係唔受影響㗎。即係我唔需要譬如話假設易方達真係倒閉嘅話，我唔需要贖回嗰個基金嘅。係啦，即係你嘅贖回係唔受影響嘅。哦，即係我都可以贖回嘅。係啊，冇錯，你可以係贖回㗎。哦 ，OK， 即係個意思就係好似你哋富途我哋嗰啲客戶嘅錢都係託管喺一啲指定嘅銀行機構，即係萬一假設一間證券公司倒閉嘅話，客戶啲錢都唔會受到影響嘅。係啊，都係可以正常去落單嘅。OK。嗱，我哋聽完呢個證券商點樣講之後呢，咁啊，大家如果有疑問呢，亦都可以親自打電話去一啲嘅證券商啊。咁如果你喺證券商嗰度呢買咗呢啲嘅貨幣基金呢，你都可以問一問，即係佢哋對於呢個風險管理啊，或者到時如果嗰個基金真係倒閉咗，你可唔可以攞翻嗰啲錢啊？咁頭先就聽佢咁講呢，就係可以攞得翻嘅，因為佢都講咗啦。佢哋證券商收咗我哋客戶嘅錢呢，就係託管於一啲嘅指定嘅銀行嗰個戶口嗰度嘅，或者你買嗰啲基金呢，嗰啲基金亦都係託管於一啲嘅指定銀行受到證監嘅監管嘅啊。咁啊呢點呢，即係我就係聽佢咁樣講啊。咁啊至於詳細，如果真係即係呢啲貨幣基金倒閉咗呢，即係到時要真係睇下點樣啦啊！咁或者大家有啲咩意見呢，就可以喺評論區嗰度留言啊。咁另外呢，就係我呢個 Patreon 呢，有啲獨家嘅會員嘅文章啦，咁啊歡迎大家做免費嘅會員啊，亦都可以睇翻一啲嘅免費嘅文章。咁啊最後做翻個免責聲明啊，呢個片嘅資料呢，純粹係娛樂同埋教育用途啊。頭先提到嗰啲嘅證券商啊，或者係嗰啲基金公司嘅資料，都係我喺網上聽翻嚟㗎嚇，即係網上睇到嘅資料。咁當然頭先打電話去一間證券公司問呢，嗰個係真實嘅對話嚟嘅。咁啊呢個呢，就涉及唔係任何嘅建議啊，上述嘅資料可能隨住相關公司調整而變動，請大家自行查證翻啊。咁啊，希望大家呢，就係如果覺得呢個資料對大家有用，點讚、轉發、訂閱、打開個小鈴鐺，下次我出新片呢，大家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我哋下次見，拜拜。